无论你家境多么富裕，都别轻易扔掉烂香蕉，它不仅有价值，还十分实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会。香蕉香甜可口，价格实惠，深受大家喜爱，但保存不当很容易变质。前几天还完好的香蕉，可能很快就烂到无法食用。由于烂香蕉的果肉呢会产生有害物质，因此不建议食用。不过，当香蕉不能吃时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做很多有用的事，不必直接扔掉。首先，我们把外皮剥掉。这里的香蕉果肉太软了，说明呢已经变质发酵，还长了很多霉菌，所以呢可能含有大量的细菌。这些细菌呢会在里面繁殖，如果吃了会对消化道造成一定的刺激，导致肚子痛、腹泻等症状，所以最好别再吃了，但别扔掉。把皮剥掉，准备这样一个塑料瓶，如果你家里有合适的容器呢，也可以替换。不过不要用玻璃容器之类的易碎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从瓶口1/3的地方把瓶子剪开，剪的时候呢注意安全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烂香蕉呢掰成小段放进去，香蕉越烂，果肉呢就越软，效果呢也会更好哦。把香蕉掰成小段放进去后，我们可以用擀面杖或者手头有的任何工具呢，把香蕉捣烂。捣烂的果肉呢，能打破香蕉原有的纤维结构，让果肉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更充分地暴露出来，为后续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的分解提供更大的接触面积。之后往瓶中加水，不要加满，留出约1/3的空间，并搅拌均匀。水能为发酵微生物提供适宜的生存环境，也能稀释果肉，溶解营养流出的空间。再用保鲜膜呢把瓶口封住，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开始发酵，全程大约需要1周。发酵期间呢，每3天呢要打开保鲜膜1次，及时排出果肉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气体，防止瓶内压力过大，导致香蕉汁溅出。发酵完成后，瓶中的液体呢通常会自然分解成2层，下层是清澈的乳白色肥水，上层是带有细小发酵气泡的香蕉果肉残渣层。这时天然花肥就基本做好了，我们需要把肥水过滤出来。不过呢要特别注意，发酵好的液体浓度很高，直接用来浇花呢会烧根，就像我们喝太浓的糖水呢会不舒服一样。过高的养分浓度会让植物的根系细胞失水，导致叶片发黄枯萎。所以呢一定要先加入清水稀释，通常按照1:10的比例调配，具体呢可以根据植物的耐肥程度调整。比如绿萝、吊兰等耐肥性稍强的植物，比例呢可以略浓一点，而多肉植物呢则需要更稀的浓度。稀释好后，把它装入喷瓶或小水壶中。沿着花盆边缘缓慢浇灌呢就好啦。我们平时在家中绿植、养花卉都需要细心打理，定期施肥才能长势旺盛，开花鲜艳。若疏于照料，花草呢不仅容易蔫蔫的，开花呢也会没精神。而用这款香蕉发酵溶液养护呢就很合适，把它用在小花园里，就能让花草冒出5颜6色的花朵。因为香蕉本身含有的钙元素，在发酵后呢会充分融入溶液，加上原本的蛋白质、脂肪和维生素，能为植物提供丰富养分。坚持浇灌一段时间，植物叶片呢会变得更翠绿有光泽。不过使用时要注意频率，1周用1-2次即可，切勿每天浇灌或使用过频，否则会给植物根系带来负担。而且这款溶液呢还能调节土壤酸碱度，让土壤更适合植物生长，尤其对喜欢酸性环境的植物特别友好。
这种用烂香蕉做花肥的方法简单易操作，又无需额外花钱，性价比很高，效果完全不输买的花肥。香蕉皮也别扔，擦鞋效果呢比鞋油还好。除了香蕉果肉能做花肥，香蕉皮同样是宝藏。它富含多糖、蛋白质、维生素 C 和天然油脂，用来清洁保养皮鞋，既省钱又好用。用香蕉皮内侧直接擦拭皮鞋鞋面，香蕉皮自带的湿润感，能轻松带走鞋面上的灰尘和残留，清洁力很实用。同时，它含有的天然油脂会慢慢渗透进皮革，像给皮鞋做保湿护理，避免鞋面干裂。再加上香蕉皮里的果胶成分，还能快速恢复皮革的光泽，让原本暗沉的鞋面呢变得亮堂起来哦。擦完后，只用干净的布把鞋面轻轻擦一遍，去除残留痕迹，皮鞋瞬间就能焕然一新，柔软又有光泽。用这个方法，家里甚至不用专门买鞋油，随手丢弃的香蕉皮，转眼就成了天然的皮鞋保养神器。吃完香蕉，剩下的香蕉皮用来清洁水龙头也超实用的哦。不用花钱买清洁剂，就能让水垢满满的水龙头恢复亮泽。香蕉皮内侧不仅柔软，还含有天然油脂和果胶，这些成分呢能轻松溶解水龙头表面的水垢和污渍。清洁时，直接用香蕉皮内侧贴合水龙头表面，反复擦拭有水垢、水渍的地方。香蕉皮的湿润感能带走灰尘，天然油脂还能在金属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，减少后续水垢附着。擦完后用清水冲干净，去除残留痕迹。原本灰蒙蒙的水龙头马上呢就变得锃亮如新，摸起来呢也光滑不少，真正做到变废为宝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可以用它来消灭蟑螂哦。先把收集好的香蕉皮剪成细细的条状，剪得越碎，后续效果越好。撒上适量洗衣粉，让每一根香蕉皮条都能裹上洗衣粉。香蕉皮本身带有甜甜的果香，能吸引蟑螂过来觅食，而洗衣粉中的成分呢，对蟑螂有致命作用。蟑螂吃了裹有洗衣粉的香蕉皮后呢，很快呢就会失去行动能力。做好后，把这份诱杀剂放在蟑螂常出没的角落，比如厨房橱柜缝隙、水槽下方、垃圾桶旁边等，不用多久呢就能看到效果，轻松解决蟑螂困扰，还能让香蕉皮变废为宝，省钱又环保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，希望这些香蕉皮、香蕉肉的调用方法能帮大家轻松变废为宝。我是瑶瑶，喜欢本期内容记得点赞支持，关注我获取更多生活小技巧，也欢迎把内容分享给需要的人。咱们下期再见。